各位同学，那老师下面呢就要问的就是背景了。背景的句子里面跟这个故事的主轴应该是相对应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背景的句子动词是不是多为非现实的跟未完成貌？那有没有一些是用名物化的方式来呈现的？以及有哪一些语义特征是跟随着背景一起走的？好，我们来看这里有几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就是不像以前一样，只要一叫猴子就立刻过来，这个是背景，对不对？不像以前一样，猴子一叫就立刻过来，立刻过来你看到这边说我们看这个绿色的 lumalabit 是现在式，就是不断的靠近而且是很快的，不断的就过来了。那这里呢，就是现在已经叫了10次，仍不见踪影这是一个否定的，对不对？仍不见踪影。好，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 lumalabit， 看到吗？写着 imperfective IMPFV， 看到吗？ lumalabit 它是 present tense， 也就是还没有完成，还是这样子靠近。另外还有一个 wala它还不在所以是否定。这都是跟及物性比较低的语义有关系的哦。这是第一个例子。下面一段呢，是他呼唤那只猴子，叫他离开那个角落。好，叫他离开那个角落。因此我们看这个绿色的 Pinaalis， 有一个是叫他离开那个角落，另外一个是请了一位神父来看看。丁难。所以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是否定的例子，就是那只猴子也不愿意离开，还用阿要是不要不愿意离开。那我们看我们的主语素的翻译果然没有错 ，Pinaalis 是 imperfective， 对不对？未完成貌。还有呢，丁难是原形因为它在乌巴的后面，乌邦的后面，所以那个丁难呢也是用原形。原形这也是一个非现实貌它不是已经完成了或怎么样的。还有一个阿要，看到这个黄色的这个阿要是否定就是不要。这些都是未完成貌或者是原形这叫做非现实，这个都跟语义的及物性比较弱有关系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例子，就是那个神父拿了一点水祝福了之后。好，我们看菲律宾语是怎么说的。Pagka-bendisyon， Pagka bendición， 你看 Pagka 是什么什么以后。那在英文的翻译呢，等于说是一个这个having blessed， 所以就英文的翻译而言呢，它是一个gerund所以你看 Pagka bendición after blessing， 所以老师把它分析成 non-finite gerund， 是一种名物化果然这个名物化呢，也是放在比较及物性低的句子里面。换言之呢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刚才我们看这个猴子的故事，发现了几件事。第一个就是前景的动词呢，都是故事的主轴。如果是故事的主轴，多为现实跟完成貌。第二，及物动词的受词是有定的，故事的主轴语义呢，及物性强所以这个都是前面所说到的 Harper-Thompson 的 transitivity hypothesis， 果然没有错。最后一个例子是背景的句子，动词是非现实貌和未完成貌，或者是以名物化的方式来呈现，或者是否定。哇，这个猴子的故事果然是放在 Harper-Thompson 里面当做经典来分析因为完全符合他的 transitivity hypothesis 所要传达的这些个基本的理念，一点都不错。同学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希望这个故事刺激你的大脑，能够想一想，是不是其他的故事也有类似的情形。我们到这里，谢谢。